世界黄金协会在7月8号公布数据，5月份呢，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增加了35吨。2022年前5个月，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共增加了84吨，还有25%的央行表示，未来12个月要继续增加黄金的储备。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中日一起减持美国的国债，全球的央行转向黄金，这是为哪般？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从4月份的 1.003 万亿美元下降到5月份的9808亿美元，跌破了万亿美元。截止到5月份呢，日本也减持了57亿美元到了 1.212 万亿美元的水平，这是2020年1月份以来的最低的水平。这个消息一出国际金融界对美国经济的前景看法就更加灰暗了。中国减少美国的国债的持有量，似乎还可以看作是两国政治分歧的结果，但是连日本都开始减持了，那就说明事情没那么简单了。美国呢，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顺畅的运转是建立了复杂的一个运行机制，设计了无数的金融手段和金融工具，什么债务利息汇率股票期货构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不是专门从事金融产业的人大都会被这些概念搞得晕头转向。但是不管怎么使用这些金融工具最终的结果都会体现到两个硬指标上面。第一个就是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二个是政府的财政状况。如果这两个方面都发生了问题，那就说明所有的金融工具、金融手段都出了问题。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整个经济体系出问题了。在国际金融市场美国的国债一直被认为是含金量非常高的资产，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政府出面向其他的国家、其他的企业乃至于个人借债，那肯定是有还款保障的。政府要是还不上钱，那就等于国家就要垮了，国债变成废纸，这样的事情呢，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在非洲、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因为治理失败导致物价的飞涨，用本币来结算的国债呢，当然也就变成了一堆废纸了。但是美国的情况不一样美元是全世界最坚挺的货币，也是全世界量最大的储备货币。美元或美债要是崩溃了的话，那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美国政府的崩溃，那也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美国政府和美国军队虽然总是推行霸权主义的政策，但客观的说呢，他们毕竟还维持了这个世界上的某一种秩序。不公平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要好一点。但是现在看来可能要做最坏的打算了。美国政府为了阻止美元的崩溃和美债的崩溃，采取的措施呢都没有什么效果。美联储的官员已经是连续3次加息，遏制美国通胀的上升。第一次加息呢是在3月份加息25个基点，随后5月份又加了50个基点。上个月美联储宣布再一次加息75个基点，这是近30年来最大的增幅。媒体推测说下一次就要加息100个基点了，也就是 1% 了。业内的人士认为这样紧迫的加息会让经济和市场来不及调整，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混乱，只是个时间问题。国际经济秩序是不是也会跟着一块陷入混乱呢？很难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提高利息，就是让人们尽量的把美元存回银行里面去，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市面上流通的美元，可以对通货膨胀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然而是药三分毒，没有哪一种工具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提高利率意味着欠债的人要偿还的利息就要更多。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债主不是别人，正是美国政府。如果美国政府被迫要拿出更多的钱来还利息，那么联邦财政收入就不一定够用呢。如今美国的国债已经超过了30万亿美元，为了维持政府的运行，美国联邦政府还在不停的举债。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美国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其中包括借来的国债，都不一定能够偿还利息了。到那个时候，美国政府的财政就会真正的陷入崩溃。如果经济陷入混乱，人们会不由自主的去寻求那些真正意义上的硬通货。最受欢迎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黄金了。收藏界有一句话叫做盛世藏玉，乱世藏金。在我们中国的民间呢，如今翡翠、玉石和黄金制品都很受人追捧，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安定，人民的生活比较安逸。困难当然是有，但中国的老百姓还是有乐观期望的。放眼全球就没那么乐观了。乌克兰战争已经开打，会不会演变成第3次世界大战很难说。站在国家的角度，放弃某些不稳定的资产，转向黄金储备，就成了最合理的选择了。世界黄金协会在7月8号公布数据，5月份呢，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增加了35吨。2022年前5个月，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共增加了84吨。还有25%的央行表示，未来12个月要继续增加黄金的储备，这显然是在备灾了。中国和美国虽然有很多的矛盾，但是中国经济对于国际市场、对于美国市场都是有一定依赖性的，所以中国并不愿意看到美国经济的崩溃。可是中国有良好的愿望，美国政府未必领情，我们只能想办法尽量保护自己的利益了。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